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段文字3个错字，演员白鹿因写错别字上热搜，于正回应太有意思。3月26日，女明星白鹿登上热搜。不过说起来尴尬，白鹿上热搜既不是因为演技多么精湛，也不是因为妆造多么出彩，而是因为错别字。更离谱的是，白鹿这个错别字含量属实太高了，寥寥数字，先后便出现了3个错别字。本来是很有感情的一小段话，但在错别字出现的那一瞬间，所有用词华丽的情深意切都变成了尴尬的弦外之音。能写出这么颇具文采的心声，但却搞不清楚字是否使用正确。明星身上的反差萌怎能如此反差？本来白鹿写错字这个事情就不太光彩好看，没想到接下来于正的护短说辞更是有趣。网友问白鹿怎么总是写错别字，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，在他身上却屡次发生。于正回：真诚的直发人士，没有人审稿斟酌，你们要珍惜。内娱快没活人了，还挑剔，要完人去买个娃娃，别追星。好家伙，于正护犊子早有耳闻，但没想到已经护到黑的能说成白的程度。白鹿作为一个知名度不小的女明星，被指出错别字的问题，于正一上来毫无抱歉的意思，直接让网友珍惜。错别字存在说明是明星自己写的，没人审稿。这错别字存在的意义有多么珍贵？那可是内娱活人啊！于正的说法或许不能代表白鹿本人，但很显然也能代表一部分人。部分白鹿粉丝也表示说，写错字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没必要苛责白鹿。但说1000到1万的，苛责到上了热搜，还不是因为她是白鹿吗？明星身份带给他们光环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一些责任。身为万众瞩目的女明星，身为众多粉丝追捧的偶像，随便一个小动作都能被无限放大，更何况是她自己公开发布的内容。一段话3个错别字，这情况发生在她的身上，难道应该吗？享受着最高级的红利，却犯着最低级的错误，甚至有人指出错在哪里，还要被教育，你应该珍惜这个犯错误的人。这到底是哪里的道理？于正的回应，粉丝的拥护，白鹿这个错别字事件的走向太离谱了。普通人卷生卷死卷教育，到了明星这里，错别字也成了人之常情。你说就是你在黑。更可悲的是，白鹿的失误还并非孤立，随便一搜就会发现，明星们因为错别字翻车的例子比比皆是。王一博将到此一游的游字写成错，杨超越在综艺中将福字写错，卢玉晓举对联五福临门迎喜事7字错3，此类事件屡见不鲜。但白鹿写错字这件事，是发生在她转型正剧北上的热播期间。在剧中，她以素颜出镜饰演运河边的市井少女，试图借此突破流量小花标签。结果几个错别字就把这份野心打回原形，涂黑肤色、剪短头发都只是皮相上的改变，错别字却暴露了她灵魂的苍白。不知道白鹿本人后续会不会出面就此事发声，但基本可以预想到，白鹿回应了，粉丝会心疼姐姐因为这么点小事就道歉；白鹿不回应，粉丝依旧会心疼姐姐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挨说。总而言之，写错字的偶像犯的错误不值一提，专门拿出来说事的才是别有用心。2. 北上意外反转，谢望和一句话暴露他根本不爱夏凤华。最近这电视剧北上啊，真是看的人又爱又恨，尤其是谢望和这角色，简直是大型翻车现场。之前觉得他挺励志一北漂青年，努力奋斗吗？现在一看，怎么说呢，有点一言难尽。咱先说说夏凤华，
这姑娘也真是不容易，为了爱情，跟着谢望和跑到北京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自己一个人打拼。结果呢，病倒了，还被心上人来了个无情3连击。这剧情比坐过山车还刺激，看得人心里直犯嘀咕：这谢望和到底是真爱还是假爱？大伙儿想想，夏凤华一个女孩子，在北京那竞争激烈的地方站稳脚跟，容易吗？她图啥？还不是为了谢望和？就连谢望和他爸那大老粗都看明白了，说大华子这么拼，不就是为了你吗？可谢望和呢，跟个木头似的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更过分的是，夏凤华生病了，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谢望和倒好，为了公司利益，把人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挖走了。这操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说是市场竞争残酷，可也不能这么不讲情面吧。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谢望和这做法未免也太不厚道了。夏凤华走投无路，向谢望和求助，结果人家一句你想得美，直接把他打发了。后来星驰替夏凤华说话，说他不容易，谢望和又来一句那是他自找的。这2句话简直比刀子还扎心。讲真，谢望和这财富自由啊，看着风光，实际上是情感破产。他可能在商场上是个赢家，但在感情上绝对是个输家。他不懂得珍惜，不懂得体谅，更不懂得爱。他把夏凤华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把他的爱意当成空气。相比之下，星驰就显得有人情味多了。他知道夏凤华的难处，也理解他的委屈。他试图劝说谢望和，可惜谢望和油盐不进。星驰的出现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谢望和的冷漠和自私。这4个人，夏凤华、谢望和、星驰、思义，他们的关系啊，剪不断理还乱。夏凤华对谢望和的爱是那种飞蚁扑火似的，明知道会受伤，还是义无反顾。而谢望和对夏凤华更多的是一种习惯，一种责任，而不是真正的爱情。他对思义的关注，也让人不禁猜测，他是不是对思义还有点意思。这种错位的感情，就像一团乱麻，越理越乱。等到谢望和终于想明白，要跟夏凤华表白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夏凤华的心已经被伤透了，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爱了。他选择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他说要告别童年，其实是要告别那段充满幻想的爱情，告别那个曾经为了爱情迷失自我的自己。这北上啊，看着是讲创业的故事，其实也反映了很多现实问题。比如，在追求梦想的路上，我们该如何平衡事业和感情？在充满诱惑的社会里，我们该如何坚守自己的原则？夏凤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更不是用来牺牲的。而谢望和的财富自由，也让我们反思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？人呐，有时候看得太清楚，反而活得更累。